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娱乐快讯。谭松韵的剧《逍遥》要在新加坡电视台播出了。表面看，这像是一条再常规不过的海外上线动态，放在内娱最近密集的宣发节奏里，甚至容易被刷过去。可真往深一点看，就会发现这是没那么简单。因为现在的国产剧想出海，早就不是单纯多一个播出平台这么轻松了。尤其是能上当地电视台这件事，本身就带着筛选意味。换句话说，逍遥这次被推向新加坡市场，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只是作品曝光，更像是对这部剧市场潜力、传播价值以及谭松韵个人海外接受度的一次正面评估。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，为什么偏偏是逍遥？为什么又是谭松韵？这到底是正常排播，还是平台已经提前嗅到了某种能打的信号？这一层才是最让人想继续往下看的地方。这2年，内娱对海外传播几个字越来越敏感，不是因为稀缺，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，真正能在海外华语观众、当地观众以及平台采购层面同时形成讨论的剧，其实并不多。很多剧出海了，消息发完就没了水花。很多演员也有作品往外走，但存在感并没有真正留下来。可谭松韵不一样，她身上一直有一种很特别的稳定感，不靠极端营销，不靠恋情热搜硬拱，也不靠高强度话题撕扯来制造流量，偏偏就是能让人记住角色，记住作品。这就让逍遥这次出海显得更有意思了。因为它传递出来的信号，不只是谭松韵又有新剧被海外看到，更像是市场在重新确认，这种不浮夸但很耐看的演员路线，可能比想象中更有后劲。而这一点，恰恰也把话题推向了下一层，逍遥为什么具备这样的被看见机会？真正撑起这次出海讨论度的，到底是剧还是人？热度不是空降的，逍遥能被看见，背后有数据，也有谭松韵的底盘。先看谭松韵这几年在内娱的位置，很难简单用流量花或者实力派去框。她处在一个挺微妙也挺稀缺的位置，既有国民度，又有路人盘，既扛得住现偶、国偶的情绪线，也能在生活流、成长型角色里留下记忆点。这样的演员在平台和制片方眼里其实价值很高，原因很现实，稳定，播出风险相对可控，观众接受门槛不高，社交平台讨论也容易扩散。说白了，谭松韵不是那种靠一夜爆词条站住脚的演员，她更像一条缓慢但持续上涨的热度曲线。而逍遥碰上的，正好是市场最看重的一种窗口。一部剧要想被外部市场注意，不只是看题材顺不顺眼，也要看主演有没有跨圈层传播能力。谭松韵这些年的代表作积累，已经让她有了很明显的脸熟优势。这种优势放在国内，意味着搜索热度、角色讨论度、平台预约量更容易起势；放到海外华语市场，则意味着它并不是零认知起跑。别小看这一点，很多剧能不能被采购，能不能被观众点开，演员熟悉度本身就是第一道门槛。可说到这里，新的悬念又来了。如果只是演员底盘稳，那只能解释为什么会被注意，却还解释不了为什么是现在。逍遥突然被推上一个更公开的海外播出坐标，背后显然不只是艺人层面的加分。再看逍遥本身的话题条件，这部剧其实自带几个很适合发酵的点。第一，古装题材天然更容易形成视觉记忆，服化道、人物关系、情绪张力都是观众最容易进入讨论的入口。第二，谭松韵本人的表演风格向来偏细腻、偏生活化，这种演法放进情感线里，往往比用力过猛的强输出型女主更耐看。第三，内娱现在的观众审美已经变了，大家不只盯着爆不爆，也开始看值不值得追，角色能不能留住人。逍遥如果能在这几个点上同时踩中，那他在海外被平台挑中就不是偶然。更关键的是，海外市场如今对国产剧的选择逻辑也越来越挑，不是谁热搜多谁就稳赢，也不是谁粉丝炒得凶谁就一定有外部传播力。相反，题材适配度、
角色共情力、演员辨识度才是更硬的筹码。谭松韵恰恰吃得到这类红利，她不属于那种争议型艺人，路人缘常年在线，形象也相对稳定，这在出海语境里特别重要。因为平台买剧，买的不只是内容，也是在买风险控制。但真正让这件事开始有点上强度的是另一层比较。同类型女演员不少，能扛剧的也不少，可为什么每次提到文有受众基础海外接受度不低，谭松韵总能被放进讨论名单？这已经不是单部剧成绩能解释的了，而是她整体演员价值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。而当重新定价这4个字出现，话题自然会滑向最容易起争议的地方。有人会觉得她被低估了，也有人会觉得这一波被夸得太早了。真正的高潮也就从这里开始。逍遥登陆新加坡电视台的消息一出来，最容易出现的就是2种完全相反的声音。一边觉得这就是谭松韵被市场再次验证的信号，她的剧能被海外平台看到，说明她不是只在内娱舒适圈里有讨论，而是真的具备更宽的受众覆盖能力。尤其是在如今内娱竞争越来越卷，女演员赛道越来越拥挤的情况下，能靠作品而不是纯话题持续往前走，本身就很难得。支持这一派的人会认为，谭松韵最强的地方从来不是一瞬间冲顶，而是总能在关键节点被市场回头确认一遍。可另一边也不会轻易服气。有人会说，海外播出不等于海外爆，不要把上线直接等同于出圈。也有人会质疑，一条播出消息被放大解读，会不会只是粉圈和营销号在提前做情绪铺垫？说的直接一点，内娱这几年最不缺的就是预热型胜利，真正能不能转化成讨论度、口碑和后续招商价值，还得看逍遥播出后的真实反馈。这种拉扯其实才最像现在的娱乐圈生态。任何一条看似偏正面的消息，最后都会迅速分裂成看好派和冷静派。但也正是这种分歧，让逍遥接下来的走向更值得盯。因为一部剧最怕没有声音、有争议，反而说明它已经进入了大众视野。再往后看，谭松韵这次的重要性也许不只落在逍遥一部剧上。如果这次海外播出能够带来持续讨论，哪怕只是阶段性升温，都会进一步强化市场对她的一个判断，她不是靠单一爆款存活的演员，而是具备持续输出内容价值的女演员。这个判断一旦被平台、广告主、制作方同时认可，后续资源层面的变化就会很微妙。题材选择权会变大，合作对象会更优，甚至连适合什么样的角色这件事都会被重新写一遍。说到底，娱乐圈最现实也最残酷。很多演员不是没有作品，而是没有被市场持续确认的机会。谭松韵这次逍遥出海，未必等于一锤定音，但至少像一次相当关键的潜力评估。它让人重新意识到，一个不靠极端话题硬冲热搜的演员，也能在长线赛道里慢慢积累出自己的分量。这样的路径，在如今的内娱反而显得有点稀缺。所以问题最后还是回来了。逍遥这次登陆新加坡电视台，究竟只是一次普通的海外排播，还是谭松韵商业价值、作品潜力、海外接受度同步抬升的前奏？这波到底会不会继续发酵，甚至带动逍遥的热度再上一层？恐怕还得看后续真实讨论和播出反馈。如果是你，会把这条消息当成普通出海动态，还是会觉得这是谭松韵被市场重新看见的关键信号？评论区聊聊，看看大家更站哪一边。